比特币要上涨到哪里？以太坊也要强势开始暴涨了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我们这波多头走上去，它是什么级别的？它可以走到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观察，我们在过去周线上面呢，我们在6-7万左右这个位置啊，我们就已经震荡了200多天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最近呢，我们突破了非常关键的阻力，然后之前一直都受阻非常非常多次，那我们在这一次呢，终于成功的突破掉了，而且目前看起来这波突破它走得非常强劲，我们量能有了，然后 K 线也走得很长，然后甚至把前面的上影线给全部包裹起来了，然后趋势线也突破了，前高也破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突破了啊。那我们要观察后面它突破往上走，它走的成不成功，顺不顺利，这非常关键啊，这决定了这波趋势它可以走得多远，走得多久。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在这波上涨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曾经出现过非常雷同的行情。我们当时在25000到3万的震荡区间一突破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段的上涨的幅度跟它所属的级别啊，其实是很大的。那我们对于这波上涨呢，也是相同的级别啊，也就是我们之前这波上涨这种级别啊，注意我们讨论是级别，并不是说涨幅啊。我们这种周线上涨的级别呢，这一波上涨它绝对是可以让比特币啊直接到达6位数的。如果这波突破很顺利的话，那目前看起来是很顺利。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在相同时间点，也就是我们2024年年中年尾这段时间，我们先回到4年前，也就是2020年，当时我相信会给大家很好的启示。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当时在2020年呢，我们很接近现在的这种行情的时候呢，我们也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突破。那我们当时呢，也是先有一个下降通道。那当这个通道被突破之后呢，我们有经历一个小小的回踩，不过前高回踩呢，你可以观察我认为这个是相当精确的阻力阻力，那回踩变成支撑，它有回踩没问题，可是它没有踩破。那我们突破之后呢，我们回踩了一下，就顺利往上，开启我们后面的疯狂暴涨的牛市行情。那其实我们在当前的位置，其实也是非常雷同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也是突破了一个下降通道啊，这个通道也走了非常久，而且它的边界啊都是很明确的。然后我们也把横向的阻力呢给突破掉了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走的行情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类似。而且我们这一周呢，它在收盘的时候啊，基本上我们6日它不太会出现什么很大的行情，就是来来回回震荡而已。然后量呢也不太会有很夸张的累积。不过以当前累积的量能来看呢，它的量能也绝对是够了。虽然说我们这个量能呢，它没有创下我们比如说当时2月或者是我们在8月5号的高点但是呢，也绝对是我们这整段震荡以来呢最大的一根量能了。所以这个量能的幅度跟表现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我们连续2根的量能呢都爆出了这么大量它确实是做了很重要的动作，才会有这么大的筹码交换。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一点点我们可以看到这波多头上涨的过程呢，主要就是这根 K 线嘛，这根 K 线的底部也就是6万9，它绝对不可以再被吞回来。以目前来看呢，它每天都创造不断的新高，像我们昨天有创造历史新高，然后前天也有，大前天也有，所以我们目前的走势其实是健康的。那未来它回调的过程呢，必须走得非常强势，不然我们就没办法确认这波多头它可以走得多远多久。我们再把级别再切小一点点吧，我们切到1小时，这个级别其实算是比较小一点的。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它虽然说有这种稍稍衰竭的信号，不过你可以观察一下下方的量能它在回调的过程呢，调整的过程多头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然后一产生这种下跌、产生供应的时候呢，它的量能都非常有限，所以我们目前的回调绝对是属于比较健康的回调。当然，它有可能会再更往下回调一点点不过这么小的跌幅，或者说即使再往下呢，也不影响我们这整段大趋势的上涨好，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而且这个是有时间限定的。如果说你想要开合约的话，你可以用用看这个免费的仓位，而且它的条件呢并不多。那如果说你亏钱的话没关系，你可以把这$100再重新给提走。那如果赚钱的话，你这开的仓位呢，你也可以把你赚的钱给提走掉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的话呢，最近走的非常强势，或者说它变强了。在我们过去的一段上涨当中呢，
以太坊它是属于比较弱势的。那以太坊最近的这一波上涨啊，你可以发现啊，其实是自从我们在熊市底部以来，就是从900块一直到现在以来呢，它第二强劲的周线。我们上一次产生单周这么长的上涨呢，是在我们 ETF 通过的时候，也就是在5月那个时候。我们今年5月，那我们这一周呢，它光实体部分就上涨了接近24%、23%、24%，这是非常夸张的数据至少我们在过去的这接近2年的时间是没有出现过的2年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根 K 线它也突破掉了很多很重要的区间比如说我们在2800、2900的这个阻力对不对？然后还有我们趋势线下来，其实趋势线呢，很多时候有人可能会认为有争议，但我认为是没有争议像比如说趋势线它该怎么画呢？那为什么这个趋势线为什么不从这里开始画呢？还有这里的趋势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我们这根趋势线它已经没有参考价值了，因为它已经被突破掉了对吧？它已经突破掉了，而且它这个高点跟我前面的高点不会差到太多，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下跌趋势呢是从这里开始的，是从5月27开始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它把这个双重位给突破了。其实对于盘面来看呢，我们在2800、2900这里一定会有很重的阻力因为我们在前面它是很明确的支撑嘛，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这几个点位，它扮演了很明确的支撑。不过我们目前来看它都是完全畅通无阻的，它把这2个区间呢给顺利的突破掉了，而且它是有量能的，然后 K 线也有表现出强势。那有没有可能回踩呢？其实蛮有机会的。那如果回踩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2800、2900，它会不会扮演支撑的角色？其实我们行情可以走到这个地方它就是非常强势的如果说我们2800、2900左右的阻力，它可以把它挡下的话，我们 K 线不会走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认为它确实已经突破掉了。不过以太坊的走势目前还是需要比特币做确认的，而且呢，以太坊它其实目前虽然说这一段走的稍微强一点但我认为还不是全面转强的时候。如果全面转强的话，我们会在汇率上面一定会看到有端倪的。好，再来我们来提一下大家可能都忘记的一件事，就是以太坊也有 ETF， 大家还记得吗？以太坊在今年的5月多通过了 ETF， 不过为什么我在过去呢比较少提到？因为在过往以太坊的表现是非常差的，从交易量还有流入量都非常差，甚至目前以太坊的 ETF 呢，它总体都还是在资金流出当中的由于灰度它有我记得是400万颗以太坊吧，那目前已经流出了很多了，在过去都是灰度在流出，然后流入的量呢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非常小，所以现在总体来说都还是在总体流出的。那目前最近几天呢表现的是算不错像11月6号、7号、8号呢，我们都出现连续的流入了。那你可能会说，这样子的流入量对比比特币来说是小巫见大巫，对，没错。可是以太坊它的市值呢，也只是比特币的1/4，所以相比于比特币呢，其实这种流入量，它虽然说也不是很大，但是它绝对有相当程度的资金在流入了。而且呢，我们要注意如果我们观察过去历史的数据，我们在11月7号、11月8号这2天的流入它就已经是我们 ETF 以太坊 ETF 史上流入的第3、第4多了所以我们虽然说在7号、8号流入的量其实也不多，但是已经是史上第3、第4多了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过去几天呢，以太坊它是有非常显著、很明显的涨幅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蓝色线代表是以太坊的价格，那柱子绿色柱子就代表是以太坊资金的流入的多寡，然后红色的长条图就代表是以太坊的流出。你可以发现呢，在过往刚上线的时候，它连续累积了非常多的流出，这都是灰度在流出的。那现在灰度的流出慢慢减小了，然后在过往的流入只有开头的几天比较大，有热度。不过后面呢，它就趋于平稳了。那到现在呢，这个流入量又开始回来了。其实有资金进入以太坊之后呢，那以太坊的盘面它就会慢慢回稳，甚至慢慢走得比比特币更强。那这个时候也会代表牛市的中期就慢慢到来了。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数据。现在其实散户的情绪呢，还算越来越高涨嘛。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表呢，代表是 Google 搜寻的关键字。我们可以发现呢，图表是从2019年一直统计到现在。你在 Google 上面搜寻比特币的次数、频率等等的所做成的分数，它并不是以绝对的次数去做衡量，它是把它分成这种百分等级来作为衡量的基准。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在这里的高点就是2021年的5月
一直到11月左右啊，就是当时在65000啊、69000，然后519下来左右，这就是我们当时比特币在 Google 上面的搜寻量啊，也就是散户的热度嘛。如果说散户没有热度，市场没有热度的话，那肯定在 Google 上面搜寻比特币关键字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了。那再来，这里的高点呢，很明显呢，就是 FTX 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崩溃崩盘所连带一连串的事件，让比特币又再次在 Google 上面有很多搜寻。那这个高点呢，就是当时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它有一个高点，然后再来就是现在了。这个散户的情绪确实有慢慢起来。虽然说散户的涌入呢，对于市场来说，长期来说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不可否认，当市场上涨的时候呢，其实散户它也是一个助力的推手之一啊。所以现在散户的情绪起来，我们这波多头呢，其实就很值得大家做期待。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